男人刚坐进车里，发现挡风玻璃上竟然被人吐了一口痰，他立刻质问对面的马叔：“이거 당신이 한 거요？” 马叔一听，立马就不乐意了，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。他气势汹汹地走到男人车前，在玻璃上又吐了一口新痰。看到对方手臂上的黑道纹身，男人瞬间就怂了下来。在马叔的谩骂之下，男人只好灰溜溜地驾车离开。然而这个看似软弱的男人，其实却是个凶狠残忍的变态杀人狂。而且就在刚刚，他杀死了小区的一个保安，并将尸体肢解。但长期在家里分尸必然会消耗大量的自来水，高昂的水费账单引起了保安队长的注意。他特意打电话提醒男人，让他看看家里的管道是不是漏水。可还没等男人想好怎么回答，外面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。男人立马挂断电话，不明情况的队长只好再次拨了过去。结果震动的手机不偏不倚，正好掉进了行李箱里。与此同时，男人上楼打开房门，敲门的大姐自称是小区业委会主任，她邀请男人参加周末的住户大会。因为近期凶杀案频发，所以他们打算在小区里加装摄像头。作为凶杀案的始作俑者，男人自然不会去参加这种大会。他以自己要搬家为由拒绝了对方。看到屋子里的确已经收拾好了行李，大姐并没有过多怀疑。可刚送走这个大姐，保安队长又登上了门。他表面上说是来检修管道，实际上对男人家高昂的水费产生了怀疑。他借机开始四处观察，果然发现了可疑的地方。地面上残留的头发和墙上未干的血迹，还有旁边堆积成山的消毒液，全都验证了他的猜想。身后的男人一定有命案在身。而此时男人也发现了队长的异常，他掏出螺丝刀，一步步向前靠近，决定就地解决掉这个麻烦。危急关头，队长慌忙掏出包里的扳手，这让男人不得不停下脚步。随后队长慢慢起身，装作一副什么都没看到的样子，可他的手却在不停地颤抖。好在最后他有惊无险地走了出来。然而队长出去后却并没有报警，原来他也是一个杀人犯。多年以前他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同事，随后便开始隐姓埋名四处逃亡。按照韩国的法律规定，刑事案的追诉期是15年，眼看还剩5个月就能逃过法律的制裁。在这个关键时期，队长不想让自己再牵扯其中。而另一边，男人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暴露，他站在路口监视着队长的一举一动。没想到这时，马叔突然从身后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拎到停车场。原来男人的车又占了马叔车位，受尽屈辱的男人刚想反抗，但在马叔的绝对力量面前，他丝毫没有还手之力。被马叔一顿暴打后，男人只能跪在地上乖乖道歉。一个杀人狂魔被人欺负成这样，简直毫无颜面可言。可令他崩溃的事还不止于此。这天他刚要出门，眼前的一幕险些让他当场吓晕。明明已经被他杀死的女孩，竟然又活着回来了。然而这个女孩其实名叫秀妍，是业委会大姐的女儿。她和遇害女孩只是长得很像而已，就连遇害女孩的妈妈初次见到她时也被吓了一大跳。但秀妍的出现却加深了男人内心的恐惧和不安，他决定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可这时他发现自己的手机居然掉进了行李箱里，而偏偏这个箱子还是个密码锁，怎么打都打不开它。这让男人积压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，似乎这里的所有人都在和他作对。他决定在离开前彻底解决掉这些麻烦。男人先是找到箱包店的老板，以询问箱子密码为由，趁机绑架了他。随后他用老板的手机给马叔打电话，将对方约到了停车场。见面后，男人一改白天的怂样，掏出一根铁棍对着马叔各种臭骂。马叔一听瞬间就火，没等男人出手，马叔上去一个夺命锁后，一拳就将男人打倒在地，接着照着对方脸上一顿暴揍。男人被打得满脸是血。见马叔捡起地上的铁棍，男人终于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，他赶忙抱住马叔的腿，苦苦求饶。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，马叔只好放过了他。然而等马叔走后，白挨了一顿揍的男人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阴谋。一场栽赃陷害的大戏就此开始了。